俄罗斯不停火，并提出解除制裁才能停火条件，让特朗普进退两难。吕特警告俄罗斯，若是继续入侵，北约将进行毁灭打击。乌军多线联动，攻势进入高潮。乌克兰亮剑黑海，部署混合舰队。F-16确认参战。或许只有打服俄罗斯，才能实现全面停火。精彩内容即将开始。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这是特朗普团队当前策略特点。对待小国百试百灵，但对待有欧洲支持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好像就不管用了。俄乌战争完全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乌美俄所商讨的停火协议细节，到目前为止愣是一份联合声明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三方各自发布的总共4份声明。在美国的2份声明中，主要有以下3点内容：其一，停止在黑海展开军事行动，确保航运的安全；其二，双方有限停火30天，禁止攻击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其三，欢迎第三方介入俄乌谈判，以推动全面停火。特朗普也重点强调，俄乌双方必须停止杀戮，也就是全面停火。但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没有完全答应。如乌克兰虽是对和平最渴望的一方，其声明也和白宫声明基本一致，但其在强调尽快完成相关停火细节讨论外，也警告称，俄罗斯军舰在黑海东部海域以外的任何活动都将构成对停火协议的违反，将被视为违反确保黑海航行安全的承诺和对乌克兰国家安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将有充分的权利行使自卫权。俄罗斯发布的声明则与白宫的声明大相径庭。虽然俄方同意实施黑海停火倡议，但前提是必须解除对俄罗斯5个方面的制裁。同时，俄方还声称不会将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移交给乌克兰或其他任何国家。如果美国不同意，那这份声明就作废。2份声明相比，乌克兰还是太单纯了。据悉，泽连斯基团队已经向美国提供了一份不得成为俄军攻击目标的清单，其中包括能源和民用基础设施。泽连斯基强调，如果俄方袭击了清单内目标，乌克兰将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援助，并要求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而俄罗斯则显得老奸巨猾，看似同意，事实上什么也没付出。如黑海停火倡议上，俄罗斯舰队早已无法控制整个黑海。自去年开始，乌军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打得俄黑海舰队只能龟缩在自家港口后，就掌控了黑海主动权，在部分海域恢复了民用航运，打破了俄方最初设想的黑海封锁。2024年乌克兰谷物出口达到了5082.6万吨，所以在黑海停火实际上对俄罗斯来说更有利。但俄罗斯却提出解除制裁这样的停火前提条件，并让特朗普认为若能达成此条件，将是一个巨大的和谈成果。可见俄罗斯没有尽快和谈的意思。其实说到底，俄乌双方都心知肚明，停火一事涉及各方利益，短期内这仗还得继续打。之所以弄个短期的能源基础设施协议和黑海停火倡议，主要是为了照顾特朗普的面子。面对俄罗斯开出的前提条件，特朗普在白宫声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同时他也承认到莫斯科正在拖延俄乌战争的全面停火和结束。那如果特朗普同意解除对俄制裁，换取黑海停火，会怎么样呢？特朗普如果真这么干了，将会抹平乌克兰在黑海的优势，让俄罗斯以全胜姿态拿到想要的结果，同时也在向外界表明其已放弃了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完全倒向了俄罗斯。那欧洲是什么态度？此时又在做什么呢？对于俄罗斯开出的前提条件，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阿妮塔·希佩尔3月26日表示，只有等俄军停止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无条件撤出乌克兰全境后，才可能解除或修改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表示，欧盟不会解冻俄罗斯资产，因为这些资产收益将用于向乌克兰提供贷款。言下之意，即使美国解除对俄罗斯制裁，欧盟也不会解除。北约秘书长吕特更是在3月26日对俄罗斯发出最强硬警告，即如果俄罗斯攻击波兰或任何其他成员国，北约将进行毁灭性回应。在行动上，欧洲则继续开会整顿军备，讨论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如泽连斯基将于3月26日与马克龙会面，随后将出席志愿者联盟峰会，为乌克兰寻求更多安全保障。届时，预计有超过30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将在欧洲防务自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又或是丹麦政府也将再拨款1.3亿欧元，
用于投资乌克兰国防工业等。欧洲这些行动都很重要，但就火力军而言，欧洲目前最应该做的是放弃幻想，以坚定的决心，全力以赴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因为若在战场上得不到优势，谈判桌上就不要想了。而武力或许是俄罗斯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其次，欧洲应该简化程序，让乌克兰以最快的速度加入欧盟。加入欧盟后，乌克兰才能够得到更大的经济输血，快速提高战争能力。目前，欧乌的临时贸易协定每年要让乌克兰多付出120亿欧元的关税，这笔钱对于一个抗战中的国家来说，作用是巨大的。战场前线，乌军多线联动，攻势进入小高潮，并部署混合舰队亮剑黑海。别尔哥罗德战场，乌军已利用欧洲提供的卫星系统与电子战设备，完成了战场屏蔽，对俄军实现了态势感知上的降维打击，击溃了前来增援的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格鲁乌特种部队、俄军76空降师一部和第177海部团。同时，由于乌军提前炸掉了通向该地区的2座桥梁，导致俄军的后勤补给陷入了半瘫痪状态。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乌军目前已控制了边境地区4村3镇。乌军当下正继续向德米多夫卡和波波夫卡强推，与驻守的俄军第40海步旅和第155海步旅等部展开激战。不过，一名俄罗斯军事博主3月26日声称，由于天气原因，该地区的战斗强度已有所降低。库尔斯克战场，乌军也开始逆风翻盘。据乌总参谋部26日宣布，乌军主动发起草原风暴反击战，重新夺回了7个村庄，将俄军退回到了奥斯克尔河东岸。在战斗中，乌克兰空军也投入战斗，使用 CBU-39 小直径炸弹摧毁了特克基诺的俄军据点。俄军第18摩托化步兵师第9摩托化步兵团营第1营营长在袭击中身亡。同时，乌克兰空军还摧毁了库里洛夫卡的俄军弹药库。目前，乌军控制着约70平方公里的库尔斯克领土，与别尔哥罗德的控制区叠加，已恢复到了200多平方公里。更为关键的是，乌军发起的这场反击战牵制了俄军大量兵力，使其无法向苏梅和别尔哥罗德方向增援。乌军在奥列什尼亚、戈格列夫卡、苏贾边境检查站，以及对苏梅州维切利夫卡和茹拉夫卡发动的越境打击，其强度有了明显的减少。哈尔科夫方向，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3月26日报告称，俄军集结4辆装甲车向集合村发动了一次机械化突袭，但未能取得胜利。驻守的乌军第113国土防御旅将其击退，并将4辆俄军装甲车完全击毁。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正通过装甲车将俄军步兵运往扎帕德涅至卡利诺夫一线，进行地面攻击，只是过程并不顺利。特雷胡波夫上校26日报告说，乌军每周都要在该方向摧毁多达50辆俄军装甲车。顿涅茨克州恰索菲尔方向，乌方26日消息称，该地俄军由于训练不足，在安排小突击队进攻时，增加了滑翔炸弹和光纤无人机的使用数量。托列茨克方向，乌军在收复托列茨克的西南部地区后，还在向俄军的阵地推进，而俄军增援部队目前被组织在德鲁日巴和克里明斯基方向。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军出动空军对俄军的指挥系统发起了定点打击。报道称，乌军战机共向俄军阵地投掷了4枚 AASM 炸弹。紧接着，乌军控制区发生了大规模爆炸，俄军通信系统在空袭中被毁坏，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其他像俄军的仓库和运输车辆等设施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预计接下来乌军会在此地发起新的攻势，即将完全收复托列茨克。值得注意的是，3月26日，据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俄军正使用绿色胶带来模仿乌军使用的识别标记，以欺骗乌军无人机来躲避打击。报道称，这种欺骗手段可能已经违反了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战争罪，而且俄军并非第一次使用。俄罗斯国防部主要军事政治局副局长阿普蒂·阿劳迪诺夫少将此前曾声称，俄军在库尔斯克州的一次袭击中，同样使用了蓝色胶带模仿乌军识别标记，以躲避乌军无人机的打击。红军村方向，乌军夺回了索罗涅西面和北面，正在打穿与舍甫琴科的连线，从而对俄军突出部进行3面围攻。不过，乌克兰国民禁卫军切尔沃纳卡利纳旅报告称，俄军已恢复对红军村的攻击，正变得如战争初期一样。俄军投入了大量步兵参战，并使用了更多的 FPV 无人机和火炮实施打击。另一方面，乌军第413突击队使用 FPV 无人机击毁了俄军的 M1978火炮系统，这也是乌克兰在过去1个月内打掉的第5套此类火炮。
已有的信息显示 ，M1978 是朝军提供的170毫米火炮，射程为60公里，它也成为俄军目前使用的射程最远的火炮系统之一。而且，据乌克兰官员透露，自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乌军已摧毁了超过25000个俄军火炮单位。近期 M1978 及其改良版 M1989 频繁现身战场，说明俄军的标准管式火炮短缺严重，已越来越依赖朝鲜等外援武器。克里米亚方向，乌军的袭击最为猛烈，又一次给俄军能源设施造成重创。据悉，乌军出动30架经过改装的乌军 TB2 重型无人机，于凌晨时分携带温压弹撕开了俄军的防空网，一举摧毁了刻赤海峡周边石油转运站。之后，乌军又使用海神级无人艇搭载50架自杀无人机，对塞瓦斯托波尔港发起了饱和式攻击，导致俄军资产严重受损。俄方同样不甘示弱，3月26日凌晨，俄军发射11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苏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洛沃赫拉德和切尔卡瑟州的基础设施，并对克里维罗格市进行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乌克兰空军报告称，乌军击落了来袭的56架俄军无人机，另有49架因电子干扰而丢失。克里维罗赫市市长维尔库尔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事件引发多起火灾，建筑物受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他在 Telegram 上写道：“这就是占领者想要和平的方式。”尽管在沙特斡旋下，乌美俄三方似乎达成了黑海停火协议，但就像视频开头所说，俄乌双方心知肚明，这种协议的约束力十分苍白。若莫斯科不停止对乌克兰境内基础设施的破坏，乌军的远程打击就会持续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袭击。据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26日，乌军造成俄军死伤1280人，摧毁了5辆坦克、15辆装甲车、17门火炮。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公布了一款能搭载鱼雷的新无人艇卡特兰。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克兰以灵活的无人艇战术重创俄黑海舰队。在早期行动，乌军无人艇大都装载炸药，以自杀式冲撞方式攻击俄军舰艇。之后，随着战事发展，乌军技术不断进步，出现能搭载无导引火箭、防空导弹，甚至能作为 FPV 无人机的母舰无人艇，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去年12月，乌军一艘防空型无人艇就击落了俄军直升机，创下全球首例无人艇防空作战记录。如今，乌军无人艇再度进化，可选配鱼雷充当武器。据福布斯杂志26日报道，乌克兰副总理兼数位转型部长费多洛夫正式公布了卡特兰无人艇。据悉，卡特兰无人艇是一款多功能平台，航程超过1000公里，最高时速达130公里，能执行攻击与侦察任务，可打击陆海空目标。它可通过卫星链路通讯，具备高度自主与电子作战能力，并配备诱饵弹及烟雾发射器。当然，最引人注目的突破在于其可选配鱼雷作为武器。虽然乌克兰官方并未透露鱼雷具体型号，但外界猜测可能与瑞典先前提供给乌克兰的 TORPED-47 或 SLWT 轻型导引鱼雷有关。这类现代化鱼雷射程可达20公里以上，能精准打击水面舰艇和潜艇。而拿鱼雷当武器，意味着乌军无人艇首次获得了远距离、高精准度的狙杀能力，无需再冒险靠近目标进行冲撞。卡特兰无人艇的出现，实现了100多年前发明家尼古拉·特拉斯的预言，即小型遥控船将改变海战格局，让弱国也能对抗强权。放到俄乌战场，无疑将大幅提高了俄军在黑海的防御难度。而且据报道，乌克兰现已能在黑海部署一支混合编队，其内包括低成本自杀艇、导弹艇、鱼雷艇及无人机母舰，可对俄军军舰发动多层次打击。在过去，为保护俄军舰，俄军依赖直升机、舰炮在远距离猎杀乌军无人艇，但未能完全防御。如今将面临乌克兰更全面的防空火力和鱼雷无人艇威胁，俄军舰被一击击沉的风险直线上升。据乌克兰军事网站26日报道，乌克兰空军首次公开了 F-16 飞行员的专访，证实了 F-16 对俄军地面目标进行了精准地面打击。据乌军飞行员透露，为执行对地打击，乌军 F-16 配备了高精准炸弹，如小直径炸弹、联合直攻弹药、增程型等。而通过近期曝光的 F-16 挂弹照片，明显能看出乌军 F-16 的 BRU-61 挂架上搭载了4枚 GBU-39B 炸弹。这款美制炸弹重130公斤，直径0.19米，长1.8米。若进行高空投掷，射程可达110公里。乌军飞行员在形容其精准度时说：“只要我们想，炸弹就能飞进目标窗户。”
不过，该乌军飞行员也透露称，想要进行精准打击，就需冒险靠近俄军阵地，届时将面临俄军战机和防空导弹的威胁。为此，乌军 F-16还会同时挂载 AM-120C、AM-9M 以及 AM-9X 空导弹，以确保空中优势。其中 AM-120是美军空优核心武器，具备超音速与中程打击能力。此外，乌克兰空军表示，近期将再获一批 F-16战机，增强战力。这些进展显示，北约军援正逐步改变乌克兰空军的作战格局。日本从2022年底就开始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决定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并与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想必大家都知道是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外，统一陆海空自卫队指挥统治权是其重点关照的项目。而就在24日，统一日本陆海空自卫队指挥统治的统合作战司令部今天正式上路了。防卫相中谷元在授旗仪式上表示，新设司令部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那么都有哪些意义呢？据悉，日本的统合作战司令部初期编制为240人，首任司令官将由空将南云宪一郎担任。司令部的任务包括在平时指挥部队运用以及与盟友军演合作等。如日美两国去年就已敲定，驻日美军将新设统合军司令部，以作为日本统合作战司令部的对接单位。从平时的联合演训到联合作战，双方将以此加强部队间的指挥统治。而除了统一部队指挥权外，统合作战司令部最受瞩目的，则是其负责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反击能力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2022年底制定时正式纳入的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政策。具体做法就是使用防区外武器，从圈外对敌方进行反击。要知道，以往的日本受自卫限制，并未积极发展防区外武器，但在解封反击能力后，日本就能进一步提高日本防卫的自主性和威慑能力。报道称，日本目前已着手对国产1、2式反舰导弹进行增程改良，射程从原来的200公里增加到900至1500公里，且可从陆地、舰艇、潜舰和战机发射的版本也正在开发或量产中。其中陆基版本计划在2025年3月底前完成部署，而且日本为防止日本国产导弹的产量跟不上，还在去年向美国采购了约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企业将在2025年先行部署。唯一的缺点就是在战斧导弹的运用上，日本必须依靠美军拥有的可互换系统，才能完全发挥战斧导弹的性能。此外，为了提高日本在远程导弹运用的自主性，统合作战司令部将引入30重工开发的新系统统合指挥软件，以支持反击能力的指挥和监督。据悉，这套新系统可以处理包括雷达、无人机和小型卫星的广泛信息，并可汇集陆海空自卫队收集的敌军动向，从而提供多个反击决策以供选择，如攻击目标、导弹的最佳类型，或选择发射战斗机还是军舰等。不过，这套系统可能要等到2027年度整合完成才能投入使用。总之，统合作战司令部的建立将极大增强日本对敌军导弹基地进行反击任务，并能更好与驻日美军协调联合作战计划。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特朗普团队的对俄乌策略是什么看法？乌军同意黑海停火，又宣布卡特兰无人艇亮剑黑海，是在向外界宣告乌克兰主权不容侵犯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